A man who bought a plug-in hybrid was shocked to find out battery repairs would cost him more than 没有人预料到会是这样的局面，奇瑞没有，中国汽车产业也没有，更不用说是柴油插电式混合动力皮卡了。然而，它确确实实的来了。奇瑞最新款的双排座皮卡已经不再仅仅是停留在图纸上的概念，而是真切的对澳大利亚市场上那些最畅销的皮卡构成了切实的威胁。请暂时抛开你对中国汽车品牌的固有印象，因为这台机器着实与众不同。它的独特之处足以迫使像福特、丰田和比亚迪这样的行业巨头重新审视其现有的战略布局。究竟是什么特质让这款车具备如此震撼的力量？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从工程师到企业高管都在争分夺秒的研究和应对？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可能彻底颠覆现有皮卡市场格局的故事。出乎意料的挑战者。当澳大利亚人谈论起那些坚固耐用的硬派皮卡时，奇瑞这个品牌的名字过往几乎从未出现在他们的讨论范围之内。这家汽车制造商最初是以欧多5等小型且价格亲民的车型进入澳洲市场的，在人们的认知里，它仅仅是一个经济实惠的选择，仅此而已。但是现在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尽管欧多5车型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奇瑞随后推出的蒂格斯 Pro 却真正在市场上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波澜。时至今日，他们的雄心壮志已经远远超出了仅仅在跨界车领域有所作为，一款双排座皮卡就这样应运而生。奇瑞汽车澳大利亚分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卢卡斯·哈里斯明确表示，公司此次绝非是小试牛刀，而是要深入核心市场，与那些行业内的领军企业展开直接的竞争。想想看，福特 Ranger、丰田 Hilux 还有比亚迪即将推出的鲨鱼6，这些都是长期以来主导市场的重要力量。而奇瑞正是将目光锁定在了这块诱人的市场蛋糕之上。然而，奇瑞此次进入市场的关键策略并非是凭借强大的动力输出或者高超的马力，而是依靠先进的技术——柴油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这几乎是一个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策略。仅仅凭借这一项技术选择，就使得奇瑞站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竞争跑道。它不是在亦步亦趋地追随当前的行业潮流，而是在大胆地开创一个全新的潮流方向。那么，这家曾经被许多人轻视为又一个来自中国的汽车品牌的企业，究竟是如何在澳大利亚这个竞争异常激烈的汽车细分市场中逐步蜕变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参与者的呢？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充满雄心壮志的计划。哈里斯及其团队向奇瑞的全球董事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提议，要求能够全程参与全球首发车型的设计决策过程。这样的要求对于一个海外子公司来说是极为罕见的。这绝非仅仅是表面上的修饰，也不是为了制造营销噱头，而是与工程师团队进行的深度合作。在1周之内，6名工程师就拿到了签证，立即启程飞往澳大利亚。为什么如此迅速？因为奇瑞高层将此视为一个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机遇，并且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澳大利亚是一个绝佳的市场试验场。如果不是这样，全球团队又怎会做出如此迅速的响应呢？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哈里斯坦诚地表示，目前市场上的主流皮卡车型，例如海拉克斯、游骑兵，甚至是新兴的竞争对手都已经非常优秀。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冒险进入这个竞争白热化的领域呢？答案是，真正的颠覆性变革从来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哈里斯认为，正是这种巨大的市场压力点燃了他们的斗志，它赋予我们激情。他这样说道。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该公司不仅仅是力求达到市场预期，更致力于从根本上重塑整个行业的标准。更令人感到饶有兴味的是，奇瑞此前在澳大利亚市场上从未销售过任何采用非承载式车身结构的车型。他们之前的所有产品都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飞跃，更像是一个大胆的宣言。这款全新的皮卡绝不是一个临时的想法，它不是一款简单的换标产品，而是从零开始，经过精心的设计和打造，目标直指行业内最为严苛的挑战。当全新的雄心壮志与非传统的动力系统创新相碰撞时，我们是否将见证皮卡市场格局的颠覆性变革？请持续关注，因为即将到来的或许正是这场变革的序幕。柴油动力电气化升级与出人意料的卓越表现。柴油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这两个词在以往很少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句子中。你可能听说过汽油混合动力汽车，也可能已经看到电动皮卡逐渐崭露头角，但是柴油插电式混合动力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而这恰恰是奇瑞想要率先占据的领域，不是跟随，而是占据。为什么选择从这里入手？为什么选择一条连丰田、福特这样的行业巨头都避而远之的道路？因为其潜在的优势显而易见。
柴油发动机以其在低转速下的强大扭矩和长途巡航的卓越性能而闻名，而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呢，它们能够在短途行驶中提供安静且零排放的驾驶体验，将这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便能带来一个令人心动的承诺：高效的性能无需在任何方面做出妥协。奇瑞深知澳大利亚的皮卡市场对于产品的要求是极为严苛的，澳大利亚人对皮卡的需求包括强大的载重能力、可靠的拖拽能力以及能够胜任长途跋涉的能力。没有人愿意在广袤的内陆荒野中遭遇电池耗尽却又无处充电的尴尬境地，而这正是柴油发动机成为关键优势的原因。它始终是长途运输和重载任务的首选燃料，尤其是在偏远地区。如果再为其配备上插电系统，便能够打造出一款既能在城市道路上经济高效的行驶，又能在高速公路上提供强大动力输出的理想皮卡。那么这款皮卡的续航里程究竟能达到多远呢？我们已经见识过比亚迪鲨鱼6、长城炮 Alpha 等汽油插电混合动力车型将总续航里程拉升到了接近800甚至880公里的水平。现在想象一下，当你用燃油效率更高的柴油发动机取代汽油发动机时，会发生什么？突然之间，你正在挑战总续航里程突破1000公里的宏伟目标，这并非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切切实实有可能实现的。为什么其他汽车制造商尚未实现这一目标？为什么奇瑞成为了第一个敢于尝试这种复杂系统的品牌？因为这绝非易事，其背后所涉及的技术挑战异常艰巨。你需要巧妙地协调两种截然不同的动力系统的扭矩特性，柴油发动机和电动机的工作方式存在显著的差异，要将它们完美的融合，实现无缝的驾驶体验，需要深厚的技术功底和大量的研发投入。更关键的是，这还涉及到极其复杂的控制逻辑设计。由于这项工程的难度，你需要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动力系统的扭矩曲线进行精确的协调，柴油发动机和电动机的特性迥异，要将它们融合为一种流畅自如的驾驶感受，需要顶尖的研发实力。同时，电池组的布局也必须经过周密的考虑，以确保不会对车辆的载货能力造成不利影响。说到载重性能，奇瑞公开宣称其目标是达到1吨级的载重标准，这绝不是一个可以随意设定的数字，而是行业内公认的基准。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意味着在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但是奇瑞对其实现这一目标充满信心，原因何在？因为他们的研发并非是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中从零开始的，他们的工程师团队长期以来一直在深入研究这个细分市场，仔细分析那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关键在于哈里斯暗示这款全新的皮卡将会推出多种不同的配置方案，除了满足那些较为保守的买家需求的传统柴油发动机版本之外，插电式混合动力柴油版本才是真正引人注目的亮点。这无疑是一场大胆的赌注，但正是这种敢于冒险的精神才能够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并让一个相对小众的品牌迅速登上新闻头条。然而一个核心的问题依然存在，澳大利亚的消费者会信任它吗？一个中国的汽车品牌能否满足那些工匠、越野爱好者以及周末勇士们对于车辆坚固性、可靠性以及品质信心的严苛要求？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仅取决于车辆的参数数据，关键在于奇瑞接下来的具体行动，他们是否准备通过在真实路况下的严苛测试来充分验证其技术的可靠性？是否愿意在澳大利亚特有的自然环境中证明自己的实力，亦或这仅仅又是一场华而不实的炫技表演？如果此前我们所见到的能够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奇瑞的目标绝非仅仅是参与市场竞争，而是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而下一个关键的线索则在于其生产制造的策略，因为汽车的产地和制造工艺与引擎的性能同样至关重要。为荒野而生还是为展厅而造，在皮卡这个市场，血统至关重要。你不能仅仅简单的贴上一个品牌标识，然后把车从海外运过来，就期望澳大利亚人会买单。这个国家绝不容忍任何的虚张声势。如果你的座驾无法轻松应对波浪起伏的砾石路、深河酷热的煎熬以及陡峭蜿蜒的攀爬路段，那么注定难以在这个市场上立足。奇瑞似乎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并没有试图营造出这款皮卡仅仅依靠价格优势就能取胜的假象，而是准备在工程技术、实际性能以及真实路况的耐久性方面与竞争对手展开真刀真枪的较量。其战略的核心在于对本土化的坚定投入。大多数汽车品牌通常会将车辆测试外
外包出去，或者在产品设计完成后才针对特定区域市场进行一些调整。奇瑞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路径。据卢卡斯·哈里斯透露，该公司坚持让澳大利亚的工程师直接参与到中国核心的设计团队的工作中。这绝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举措，它意味着澳大利亚的道路状况、气候条件以及消费者的具体期望都被直接融入到了车辆的设计蓝图中，而不是后期才进行的补充和修改。当哈里斯向奇瑞的董事长提出希望加强澳大利亚团队参与度的需求时，得到的反馈是立竿见影的。在1周之内，6名工程师前往澳大利亚的签证申请就已经被提交。如此高效的响应机制，对于一家实行自上而下管理的公司来说是极为罕见的。这清楚地表明，这个项目不仅仅是其产品线上的一个新增车型，更是在这个竞争残酷的市场中建立品牌信誉的一项战略性举措。但是他们究竟在开发什么类型的皮卡？奇瑞在澳大利亚的市场历史相对较短，迄今为止主要销售的是跨界车和经济型轿车。这款全新的皮卡标志着他们首次真正向双排座重型皮卡领域发起了实质性的冲击。与当前他们所销售的那些采用单体式车身的车型不同，这款新皮卡的底盘预计将采用非承载式车身结构，这对于任何一款想要在载重能力、越野性能以及牵引力方面与福特 Ranger 或丰田 Hilux 等车型相抗衡的皮卡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载重目标同样不容忽视，哈里斯明确表示，他们的目标是达到1吨的载重能力。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标准的数值，但要真正实现起来却绝非易事，尤其是在车辆搭载了复杂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的情况下，电池组的重量是相当可观的，而车内的空间又是有限的。要在不牺牲车辆的安全性、稳定性以及越野通过几何结构的前提下，实现1000公斤的载重能力，需要全方位的技术突破。奇瑞或许能够凭借其新型的设计工具、模块化的平台以及先进的仿真技术，在这个领域超越传统的汽车制造商。制造环节同样至关重要，这款车型最终将在中国本土生产，还是会考虑在海外进行组装？目前的迹象表明，很可能会在中国实现完全的生产制造，但澳大利亚方面将会提供更多的工程技术支持。对于那些追求纯粹本土化硬派风格的消费者来说，这种模式可能不够理想，但实际上这在汽车行业内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做法，包括福特和丰田等品牌的全球皮卡产品也大多是在海外进行组装的。最关键的还是最终产品的可靠性，而不是它的国籍。模块化的设计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哈里斯透露，他们将推出多个不同版本的皮卡，这意味着奇瑞并没有将所有的赌注都压在插电式混合动力技术上，他们很可能还会同时推出传统的涡轮增压柴油版本，甚至可能会为特定的市场配备汽油版本。这种策略与长城汽车在其 Canon 和 Canon Alpha 车型上所采取的做法非常相似，旨在让消费者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使用需求和个人偏好自由选择。但是这款全新奇瑞皮卡的实际驾驶体验又会如何呢？它能否提供那些皮卡买家所期待的操控感和路感反馈？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现有的线索却令人充满期待。由 Chasing Cars 委托制作的渲染图展示了一款拥有更宽轮距、更具侵略性的轮胎以及充满力量感的车身姿态的皮卡。这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张扬，如果能够配合精准的悬架调校、低速4驱分动箱以及真正的越野硬件，奇瑞完全有可能从一个高性价比的选择蜕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竞争者。这一切都描绘出一个愿意投入真金白银，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营销的公司形象。他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汇聚了专业的研发人才，正在努力打造一款能够在那些忠诚度需要通过艰苦努力才能赢得的市场中站稳脚跟的皮卡，未来将走向何方？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奇瑞的上市策略，以及他们是否准备好不仅在硬件层面，更在品牌建设、售后支持和长期的市场承诺上展开全面的竞争。而这正是我们接下来需要深入探讨的核心问题。因为无论一款皮卡的性能多么出色，如果消费者不信任其品牌，那么一切都将是徒劳。品牌塑造之战，你可以打造出完美的动力系统，拥有令人瞩目的载重数据，并对悬架系统进行精准的调校。但是如果消费者不认可你车辆上的品牌标识，那么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在澳大利亚，皮卡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无论是辛勤的工匠、勤劳的农民、热衷于户外越野的爱好者，还是普通的郊区家庭，都依赖他们来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信任不会轻易的给予一个新面孔，而是需要通过时间的积累、持续的可靠性表现以及实际使用中的验证才能逐步赢得。
那么奇瑞究竟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够在这个壁垒森严的市场中取得突破呢？答案或许在于其所采取的策略。奇瑞并没有试图去简单的模仿福特或者丰田，也没有假装自己拥有在澳大利亚皮卡市场数十年的传承。他们着力强调自身的差异化，其市场定位不仅仅关乎这款皮卡本身，更在于其背后的故事。柴油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的推出，清晰地昭示着奇瑞选择创新而不是模仿的决心。然而，历史的阴影依然存在。一部分澳大利亚消费者仍然记得早期进入该市场的中国汽车品牌所带来的冲击。那些车型通常价格低廉，配置简陋，并且常常令人失望，可靠性令人担忧，安全评级不高，售后服务网络也十分稀疏。但这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今天的奇瑞早已不是2012年的那个样子，其近期推出的车型在设计和工艺水平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以帝格7 Pro 为例，其性价比、科技配置以及乘坐舒适性都获得了市场的普遍好评。这种转变表明，这家企业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进化，但是仅仅依靠进化是无法彻底改变消费者固有的认知的，这需要一套精心策划的战略布局。奇瑞不能仅仅依靠一纸参数表就期望赢得市场的认可，他们需要一场建立在完全透明基础上的营销活动。他们必须让澳大利亚的驾驶者有机会将这款皮卡推向极限，真实的道路测试必须成为宣传的核心。不要那些在封闭赛道上拍摄的宣传片段，也不要那些在话外音中承诺车辆耐久性的空洞话语，只需要在泥泞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展示车辆的真实载重能力和在极限条件下的可靠表现。接下来是经销商网络。如果这款皮卡在偏远的小镇抛锚了，附近是否有能够提供支援的维修服务点？如果车辆发生了故障，所需的零部件是否能够及时供应？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无法仅仅依靠技术参数来解答的。只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奇瑞必须迅速扩展其服务网络，尤其是在乡村和偏远地区。如果买家在完成交易之后感受不到应有的保障，那么再华丽的新车发布会也将沦为空谈。此时，合作伙伴关系便能发挥关键的作用。奇瑞是否会与现有的物流供应商建立联盟，以扩大其服务覆盖范围？是否会推出包含越野保障的道路救援套餐？这些决策看似微不足道，但在一个信任需要通过每一次实际体验来逐步积累的市场中，它们却至关重要。价格策略同样面临着挑战。虽然奇瑞通常以其亲民的定价策略赢得市场份额，但在皮卡这个细分市场，低价并不一定等同于吸引力。如果定价过低，消费者可能会质疑其产品的品质是否有所妥协；而如果其价格与丰田 Hilux 或福特 Ranger 等主流车型相差无几，那么消费者自然会对车辆的配置和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像是在走钢丝，需要非常精准的把握。营销策略同样至关重要。奇瑞是应该主要宣传其柴油混合动力技术的创新性，还是应该借助粗犷的形象与那些传统的越野王者展开竞争？宣传的重点将聚焦于先进的科技配置，还是应该强调车辆的传统硬派特性？稍有不慎，这款皮卡就可能沦为一个不伦不类的产品，既无法吸引那些追求科技尝鲜的早期用户，也无法赢得那些传统硬派皮卡爱好者的青睐。但是如果能够精准地把握住市场脉搏，最终的结果将极具震撼力。奇瑞有机会开创一个全新的产品类别，这不仅是一辆普通的皮卡，更是一台融合了长途行驶能力和清洁能源灵活性的多功能座驾。它既可以是一款内饰堪比豪华 SUV 的得力助手，又能在工地上展现出坚如磐石的四驱性能。棋局已经布下技术前景，值得期待，目标也已明确。此刻，所有的焦点都转向了实际的执行层面。奇瑞不仅仅是在制造一款皮卡，更是在努力铸就一个全新的品牌声誉。而这个声誉的下一块基石，将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锻造而成。因为这个战场并非空旷，这个细分市场的竞争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谁已经占据了有利的阵地，谁又正处于快速发展的上升期，奇瑞又将如何突破这层层包围，向那些行业巨头发起挑战呢？奇瑞能否打破重围？奇瑞所进入的市场不仅仅是竞争激烈，更是可以用残酷无情来形容。福特 Ranger 不仅仅是销量上的霸主，更是澳大利亚的一种文化象征。丰田 Hilux 不仅以其坚固耐用而闻名，更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可靠性所铸就的信任标志。而像比亚迪鲨鱼6、长城 Canalfa 这样的颠覆者也早已蓄势待发，他们正以创新的姿态迫使那些传统的行业巨头加速转型。在这样一个市场已经被老牌劲旅和新兴挑战者几乎填满的情况下，奇瑞又凭什么能够脱颖而出呢？当市场似乎已经没有了喘息的空间时，令人意外的是，
答案或许是肯定的，前提是奇瑞必须彻底摒弃那种亦步亦趋的跟随者思维，而是要以一个行业专家的姿态重新塑造自己的市场定位。那种试图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平庸的产品，在这里是没有任何生存空间的。消费者要么选择绝对的硬派性能，要么追求极致的专业性。令人惊讶的是，答案或许是肯定的，但前提是奇瑞必须彻底摒弃跟随者的思维，以专家的姿态行动。中庸之道在这里已经没有了生存空间。消费者要么追求绝对的硬派性能，要么渴求尖端科技。安于现状，恰恰是迅速被市场遗忘的最快途径。而这正是柴油插电式混合动力技术显得至关重要的原因。目前市场上还没有其他任何品牌实现这种技术上的突破，这绝非仅仅是一个营销噱头，而是实实在在的机械优势。这种独特的动力系统有望使奇瑞成为那些既有城市通勤需求，又需要车辆具备强大野外越野能力的用户的首选品牌。如果奇瑞能够完美的将这一技术落地执行，那么这款皮卡将不仅仅是又一款新车，更将成为这个细分市场的定义者。但执行力不仅仅关乎机械层面，更在于战略布局。奇瑞必须在那些已经拥有深厚根基和庞大经销商网络的竞争对手面前实现战术上的超越。这意味着需要采取积极进取的定价策略、灵活多样的购车方案以及精心设计的激励措施。我们是否会看到更长的保修期限、有保障的回购协议或者捆绑式的服务计划？如果奇瑞想要从丰田 Hilux 和福特 Ranger 手中抢夺客户，仅仅依靠新技术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在合同条款中注入足够的消费者信心，而舆论的风向更是一个难以预料的变数。比亚迪鲨鱼6已经证明，如果一个新进品牌能够提供真正具有创新性的产品，便能够迅速赢得市场的认可。奇瑞同样有可能实现类似的突破，但前提是消费者感受到的是赋权，而不是被当作试验品。没有人愿意成为一个实验品，他们渴望成为那些大胆创新但又经得起考验的产品的第一批忠实拥趸。品牌叙事在此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福特和丰田拥有数十年的品牌积淀可以依赖，而奇瑞则需要从零开始编织自己的品牌故事。这个故事不能仅仅依靠华丽的包装，更需要真实可信的佐证。最重要的是，它必须展现出品牌背后的团队对于车辆可靠性和耐久性的重视程度，与他们对尖端技术的追求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品牌故事还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进，它不会在产品发布的那一刻就画上句号，而是在每一篇专业的评测报告中，每一次成功的越野测试中，每一位车主向朋友真诚地推荐这款皮卡的时刻不断的积累和沉淀。奇瑞需要让这些来自用户的真实反馈比任何精心策划的营销活动都更加响亮地回荡在市场中。真正的考验并非来自那些专业的汽车记者或者网络红人，而是当有人挂上沉重的拖车，在酷热的尘土中长途跋涉时，当有人独自驾驶它驶过崎岖的山路时，当有人在经年累月的使用之后惊叹于它的表现远超自己的预期时，这个市场虽然竞争激烈，看似对后来者并不公平，但它也向所有敢于挑战者敞开大门。奇瑞或许是目前相对弱势的一方，但弱者往往拥有那些老牌巨头早已遗忘的特质，那就是对成功的极度渴望。只要他们能够持续倾听本土专家的建议，坚持在真实的环境中进行充分的测试，并最终打造出一款兼具强悍性能、智能科技和全能表现的车型，那么他们不仅能够在这片市场上生存下来，更有可能引领下一波市场浪潮。澳大利亚的皮卡市场绝非胆怯者的战场，它会严厉惩罚任何的软弱表现，但也会慷慨地奖励那些真正坚韧的挑战者。奇瑞对此似乎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不仅带着一款全新的车型挺身而出，更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理念——柴油插电式混合动力技术。对本土化工程研发的重视，以及在最关键的领域证明自己实力的坚定决心，无论是在泥泞的道路上颠簸的砾石路面，还是平坦的柏油路上，最终的成败不在于他们说了什么，而在于他们实际能做到什么。您对此怎么看？奇瑞能否真正改写这个市场的游戏规则，还是最终会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所淘汰？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并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取这场激动人心角逐的最新动态，让我们共同见证最终的结果。